大家好，我是李船长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咱们一起走进航海的世界，走进航海人的生活。上一期咱们聊到，如果有引水员登轮呢，这个爬梯的高度超过9米的话呢，是要安放组合梯的。那么咱们就看看这个组合梯的规范要求。大家看这张图，这个呢就是这个主甲板。这个就是水面，照样有波纹。如果引水爬梯的高度超过9米，它不能这样直接爬上去，太高了。那这时候呢，就要用舷梯和引水梯两个组合在一起，这个就叫组合梯。当然它有规范要求啊，说这边船尾，这边船头。那用这个梯子呢，跟引水梯连接起来。这个舷梯的最末端距离水面要不小于5米，要5米以上。那么这个舷梯和水平的夹角不得超过45度。当然这个舷梯是可以这样调节的啊，可以伸缩的。所以呢，按照这个规范你来调节就好了。那这个就是引水员了啊，他从这爬到这里，他就要到舷梯上，从舷梯再上去。那这个就是接他的那个船腹。这个就是规范对组合梯的基本要求。大家看啊，这个图画的还不错吧？我感觉这次画的比上次要好。大家看一看。这些所有规范的要求，包括上期的内容，那么都是来自于 SOLAS 的规定，就是海上安全人命公约它的规定。它的目的啊，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安全。引水员在上下船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被视为最为风险的时候。我曾经在台北港接引水，就接了3次，最后才成功。这个详情呢，请大家翻看我往期的节目，那标题呢我列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翻看一下，体会一下其中的风险。刚才的这个组合梯啊，咱们提到了舷梯，那跟以往一样，咱们边看边聊。一般舷梯有2部啊，左右两边各1部。那它是人员上下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。这个就是舷梯了。当然现在在航行啊，都已经把它收起来了，收好了。看原来插栏杆的地方，栏杆都已经被拿掉了。当然你放下去在码头的时候要把栏杆插好，这样先扬出，然后呢末端那一边呢就搭在码头上，这边连接到主甲板就可以上下人了。这是这个舷梯，我们到末端那边去看一看。那当然这个舷梯是离生活区的进口这边很近的啊，方便进出嘛，对吧？现在的舷梯的材质呢，踏板一般都是铝镁合金的，轻便、耐腐蚀、耐磨、防滑这些优点。以前钢结构的那种不行。大家看这个就是末端的这个踏板，它也有插栏杆的地方，这一端呢搭在码头上，人员可以上下。那以前钢结构的呢，这个不行啊，就太容易生锈了。大家看这个就是锁扣。那么我们把舷梯回收之后呢，用这个锁扣把它固定。那么这边走，这边还有很多这样的锁扣，把它牢牢的固定上来。我们看这个舷梯是裸露的，裸露在外边的，但是我们看它整体的状态没有什么锈蚀，就是因为它特殊的材质。船在码头停靠期间呢，梯口值班的这位水手责任重大，就要看好这部梯子。比如说潮水的涨落什么的，随时调整梯子的高度，你否则被挤坏了呢，那可麻烦大了。那不仅仅是财产的损失了，是吧？那人员上下不了，你这多耽误事儿，要追究责任的。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舷梯。那这个画面呢，就是舷梯放好的状态，它的上边就连接主甲板，末端呢就搭在码头上，供人员上下。那舷梯的这个角度，倾斜的角度，只要不超过设计的角度就行。一般来说啊，30度、50度都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船舷梯的这个安全负荷是不超过10个人，就是这个牌子要在上面下边都要悬挂警示的啊。当空船的时候，舷梯就会显得很高，确实不好爬。我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。我那年刚做船长没多久，有一年正在休假了，船公司呢就联系我
问我做大副的时候的一件事。他说2年前你做大副的时候，在某个港口上来了一批海关的官员，其中有一位是女性，她现在呢说起诉我们。她说她那一年登轮的时候，就走你船的舷梯的时候呢，把脚给崴了，现在要索赔。那公司现在跟她打着官司了。公司的意思让我出庭作证啊，说没这事儿是怎样的。我说我出不出庭实际上意义不大。我说你想想看呢，2年前对吧，你把脚崴了，你现在才感觉到疼，你这个明显实在就是想讹一笔钱嘛。所以我出庭不出庭的无关紧要啊。这个我说，但是公司如果有需要呢，你随时叫我，我可以出庭，就答应他了。但是最后呢也没有下文了，估计对方撤诉了吧。然后我呢也上其他船，小故事吧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正好今天呢做保养，要把这个齿轮箱里边的齿轮油更换，然后再看看里边齿轮的状态。要把这个盖子啊给它打开，那齿轮箱里边嘛，顾名思义就是齿轮了。打开了，果然里边是齿轮，这么多，大齿轮、小齿轮都有啊。看里边还有这个油位啊，那下面都是油。通过这个观察窗呢，也能看到它的液位，里面都是齿轮油。我们今天要换的就是这个油。那这边的排油孔螺丝给它拧开，通过这个简易的漏斗呢，把它收集起来。打开，走你，流出来了吧？看上去还好吧？我觉得没有那么脏，没有那么脏也要换，到期了，到期就要换，这就是做保养。再看这个马达呢就带动这些个大小齿轮们，各式各样的齿轮们，通过齿轮的互相咬合运转，然后就带动这个控制这个钢丝，就可以收放舷梯了。看齿轮上面有没有残渣呀、碎屑之流的，也检查得很仔细哦，查得很细，然后用手到底下去摸，看完能不能摸到什么，也没有什么太，果然摸到了一个啊，你看摸到一个螺丝掉了，这螺丝掉得放回去，得给它拧回去，是什么位置的这是？是这里的，这边的，那肯定要把它装回去哦，拧死。你看，这就是检查的作用，对吧？果然发现掉了一个东西。那然后呢，把里边的旧油啊都得给它擦干净，那齿轮上面也擦干净，保持清洁。等一下就开始加油了，就开始加新的了。加到什么位置呢？你看这个观察窗，加到这个观察窗能看到页面，加到这个位置就够。开始加了，把新的齿轮油加到里边，这项工作呢，保养工作呢就算完成了。那最后不要忘了盖子哦。那换下来的旧油呢，是一定要把它收集好，然后做卸岸处理的，这个不能乱丢啊，我们要环保嘛。由于舷梯是连接一条船内外部至关重要的通道，它直接就涉及到了安全，所以呢，大家对它的使用保养啊，也是小心翼翼的。比如说还要挂安全网，比如说这个钢丝2年必须要换新等等，这些都是有严格要求的。那么一条船的内部当然也有众多的楼梯啊、通道等等，比如说吧，这个电梯，现在大型的船舶一般都会安装电梯，尤其是集装箱船，它高嘛，对吧？不安电梯，爬楼梯可受不了。再比如说这个楼梯，我们看这就是船上的楼梯啊，要比家里民居的楼梯要高出一块来。它这样设计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省空间，而实际上你在船上你走惯了船上的楼梯之后呢，就会不适应家里的那个楼梯，你嫌矮，这么矮呀，走起来别扭。一次要是迈1梯的话呢，就显得特别娘炮，一次如果迈2梯呢，又扯得蛋疼。所以我感觉啊，还是船上的楼梯比较好走。机舱也是如此，我们说尤其是机舱，除了满足日常人员的通行之外呢，还必须有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应急逃生。你比如说吧，在一些突发事故的时候，那么有人正在舱底工作了，正在干活了，那他该如何快速逃生呢？如何保命呢？我们下期再聊。
那好，这期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，咱们下期见。